现在绝对不要买 Apple Watch 还有 iPad。OK， 终于来了。先前有爆料说9月7号的这个星期会有 Apple Watch 还有 iPad 的发表会，但9月7号是美国的劳动节啊，对不对？而且苹果大部分都是在星期二发表，所以应该就是9月8号了。那先来讲讲近期有什么产品快要出来了。如果近期有要买苹果产品的人，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咯。OK， 有 Apple Watch、iPad、iPad Air。iPhone 12系列、AirPods Studio、HomePod 第2代、AirTag、Apple Silicon 的 MacBook Pro 还有 MacBook。那如果你刚好有想要买这些苹果产品，然后又没有急迫性的话，建议就先等等。那如果你因为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然后傻傻的不小心因为在发表会前1个礼拜用原价去买到这些产品的话，那就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按下小铃铛，还有分享影片给你可能会犯错的朋友吧。OK，John Prosser 又再次的预言这次的产品发表会，他说会是在美国9月8日，然后美东的时间早上9点到12点之间。先前关于产品发表的日期，它的准确度是100%，所以我就相信咯。到底是会以一个发表会呢，还是说就是一个新闻稿发布呢，还是会有一个简短的产品的介绍？这个部分还不确定。那我先前是有听说过，前几个礼拜苹果开始在录制一些东西。那我得到消息就是录制一些东西，没有很确切的说是录制一个简短的线上发表会呢，还是说就是单纯录制产品的介绍？这个部分一直没有回报到。那这次9月8号的产品应该会有 Apple Watch、iPad 或 iPad Air。那另外比较不确定的就是 AirPods Studio 还有 HomePod 等。那我个人是比较压在就是应该一定会有 Apple Watch 还有 iPad Air 上面。那 Apple Watch 的话，当然就是 Apple Watch Series 6。先前有讲到一个比较平价版的 Apple Watch SE。会不会就是这一次也是同时像先前有一个比较低价版的像 Series 3那样同时推出，这还不确定。我觉得应该会有。那 iPad Air 的部分，因为先前有一个说明书流出来，所以让我觉得它发表的日期会非常非常近。所以我也把它压在应该是在9月8号这个时候发表。另外还有人说到就是新款的 iPad， 就是 iPad 8代会不会一起推出？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OK， 那再来我们要讲到就是 AirPods Studio 还有 HomePod。那我觉得这两样产品也是有可能性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产品都没有一个一定的必要性要搭配到再来10月的 iPhone 12的发表。那像先前的 AirPods Pro， 它也是就是无预警的线上发表。那我觉得这样像 HomePod 这种东西，大家其实对这个产品也非常了解。那如果是有一些小更新的话，线上大致上解释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到时候发表，如果真的是一个小型线上发表会，那我们时间又刚好对得到的话，那我也可以开个直播，大家可以一起来看。那不管开不开直播啦，我都会再拍一集，就是比较详细介绍那一天发表什么，然后什么规格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参考。至于我会买什么产品，我觉得 Apple Watch Series 6是一定会买的，因为这次有增加血氧侦测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又加上先前的 Series 5其实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啦，所以这一次的 Series 6我是蛮期待的。那低价版的话，我觉得如果它在规格和设计上有一些惊喜的话，我可能会考虑。那如果就是像先前预测那样，可能就是沿用 Series 3的外形或者 Series 4的外形，然后晶片升级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必要来开箱。那 iPad Air 的话，我觉得是还好，我可能会考虑看看，就是主要看它的晶片等级，还有它萤幕等级，那再来考虑我会不会来买这台来试玩看看。好，那再来就是 AirPods Studio， 那这个是一定必买的产品，因为我其实已经等非常久了。那我先前也一直想要买 Sony 的那一个耳罩式耳机啊，或是 Bose 的，那我就因为听到苹果要推出自己的耳罩式耳机，所以我就先没有买那些产品，因为包含在生态链里面我所有的产品结合起来，我觉得我还是使用 AirPods 会是最方便的。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也很期待测试它的音质啊，还有它所谓的那个空间音效。我觉得那种空间音效真的是要搭配一个音效比较好的一个耳罩式的耳机会比较明显。那至于 HomePod 的话，我家里现在有一台上一代的，我使用上的话现在就是放在客厅，那就全家人要用的时候用。那我自己的话在我的工作室办公室是没有的，那所以我也想买一台放在我的办公室。那主要就是看它里面的升级是什么，那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晶片升级啊，还是可能设计上有一些改变。那先前也有传出说会有 HomePod Mini， 这个部分我也蛮期待，因为其实我这个空间还不算大，还蛮小的，所以可能一个 mini 的尺寸就还蛮够用的。好，那再我们就来讲讲价格吧。那讲到价格的话，我们就可能先要讲到今天赞助的厂商，就是 Set App。先前我有拍这影片介绍过这个 Set App， 那基本上就是在 Mac 上面可以有一个订阅制的 App Store， 那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强大的软体。先前有买过这些几个非常强大的软体，就是我在用 Set App 之前我就已经都买了。那我花了大约1万块台币。那 Set App 的话，你订阅这个 App Store 的话，一个月是10块
钱美金，那大约300块台币不到，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使用这些1万块台币金额的 App， 你可以全部合法的使用它们。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下载他们里面100多款 App 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个人真的是还非常建议，如果你是 Mac 的使用者，那我觉得可以去尝试看看 Set App。那我也放连结在下面，你可以去 sign up， 然后它有7天免费的试用。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那价格的部分，我觉得 Apple Watch Series 6应该是会同 Series 5的价格啦，那就是399美金起跳。那台湾的定价的话，就是现在是13400块台币起。那会不会因为现在汇率有一点改变，那可能会看到台湾价格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就要看苹果了。那我应该还是买运动版本的。那如果它一开始有的话，我可能也是会倾向买 Nike 版本的，因为我觉得它有多的表面，对我而言比较划算一点。那买运动版本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其实出了第2代之后，我就没有再买不锈钢什么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每一年测试的话，那可能还是便宜一点好。然后加上今年有很多产品要推出。OK， 那至于平价版的话，应该就是199美金起跳。那台湾目前的定价是6400块台币。OK， 那 iPad Air 的话，这一次虽然会改成 Pro 的外形设计但我觉得因为规格上面的差异，所以我觉得价格也应该是可以照先前的500美金左右起。那台湾定价目前是16900元台币起，希望看到就是至少容量增加，可能就是至少从128GB 起跳，然后价格不变。以 iPad 现在的 App 的尺寸来讲，我觉得它的内存容量还是要大一点比较够用。OK， 那 AirPods Studio 先前流出的价格就是349美金，那台湾定价可能在11000块台币以上吧。那如果这次又有汇率魔人要在下面留言说，苹果店懂不懂汇率啊？以今天的汇率349美金是台币10245块，好不好？那如果你只要这样讲的话，你就拿着10245块的台币去苹果店买买看。那如果你真的买得到的话，那就请你也帮我买一副咯，谢谢。那 HomePod 的话，目前真的是消息非常非常少，先前一直都听到就是说第2代要推出，那或是有 HomePod mini 要推出，但是关于设计外形啊，连一些基本的参考图都没有看到。我相信以他们先前 HomePod 失败的经验，因为他们后来其实有调整价格，就是有降价，他们可能对整个市场产品定位会稍微改变，所以我不觉得它会比先前贵。以目前这一代的 HomePod， 它现在价格调整后是299块美金，台币是9900元。OK， 那我的预期应该是会在这个区段会比这个低，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比较好打进市场的一个方式。好，那今天的问题就是今天讲的这一波第一波9月的产品发表。OK， 那你们最期待要买到的是哪一个产品？那原因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你们期待什么产品，然后你们为什么想要先买到它。OK， 那就记得在下面留言。OK， 那最后一样提醒你们，记得帮忙按赞，然后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分享影片。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